夏天天氣太熱，吃什麼都沒胃口，想喝鮮而不膩、營養全面的鮮湯。今天的絲瓜花甲肉片雞蛋湯一定要學會，湯甜入味，老人小孩都愛喝。首先來處理絲瓜，準備2條鮮嫩的絲瓜，用削皮刀把外皮薄薄的削掉一層。每年的夏天是絲瓜大量上市的季節，也是一年當中最好吃的時候，主要是價格還非常的實惠，我們這邊才0.5元一斤，不知道你們那邊賣多少呢？去完皮的絲瓜簡單的給下刀，頭尾的肉質比較硬，我們要切掉一小部分，這樣才不會影響等到湯的口感。接下來把絲瓜對半切開，中間的瓜瓤比較軟，容易煮爛混湯，我們一定要全部處理乾淨，吃起來口感清爽不糊湯。瓜瓤也不要直接扔了，可以拿做餃子餡或者是包子餡。把處理好的絲瓜切成大約2公分左右的小塊。絲瓜我們也不需要切太小，不然的話在煮制的過程中很容易就爛掉了，那樣的話做出的成品一點都不美觀。把絲瓜切成視頻中這樣的大小就剛剛好。全部切好，装進大一點的碗中。接下来是整道菜的關鍵，加入1勺白醋，小半勺的食用鹽，倒入没過絲瓜的清水。白醋和淡鹽水双层作用，隔絕空氣，絲瓜全程翠綠不發黃，煮住維稀，在煮制的過程中不會發黃。接着我們來處理花甲，倒進大一點的碗中，倒滿没過花甲的清水，加入小半勺的食用鹽，少許的芝麻香油，輕輕攪動幾下靜置。鹽水母以海水環境，香油隔絕氧氣，花甲會主動吐出體內的泥沙，這也是花甲無沙的關鍵竅門。接下來準備小塊瘦肉，切成厚薄均勻的片。瘦肉營養豐富，和絲瓜搭配在一起，不僅增加了整道湯的營養，同時也豐富了口感。把瘦肉切成均勻的薄片，接下來簡單醃制一下，往瘦肉裡面加入小半勺的食用鹽、胡椒粉去腥增香，加入少許的料酒去腥，加入小半勺的玉米淀粉或者是土豆淀粉，下手充分抓拌均勻，使調味料完全化開，和肉片充分的融合。最後加入幾滴食用油，鎖住肉片的營養和水分不流失。往碗中打入2枚新鮮的雞蛋，今天的雞蛋不需要攪散，放在一旁備用。接着準備小塊去皮的老薑，先切成薄片，再切成薑絲。絲瓜屬於涼性，而老薑屬於溫性。絲瓜湯裡面加入老薑，可以起到一個互補的作用。準備小把清洗乾淨的香蔥，直接把香蔥切成稍微短一點的蔥花。現在的絲瓜也已經浸泡好了，加入了白醋和食鹽，絲瓜一點都沒有氧化變色，直接撈出來控水備用。經過10分鐘左右的浸泡，現在的花甲也吐出了很多的泥沙，這裡我們要多淘洗2遍，充分的把泥沙淘洗乾淨，這樣吃起來才會更加的放心。直到把水洗至很清澈，直接撈出來放在盤中備用。鍋裡放入少許的豬油，做鮮湯一定要用豬油，湯色更奶白，香味更濃郁。接下來把雞蛋直接倒在鍋中，剛下鍋的雞蛋不要直接去翻動，稍微的整理一下，
大約煎至1分鐘左右，底部完全定型之後，稍微放動一下鍋，這樣不僅防止粘鍋，同時還可以使雞蛋受熱更均勻。煎至一面金黃，翻過來把另外一面也煎至金黃，然後用鍋鏟劃成小塊一些，這樣方便入味。接着把切好的薑絲加在鍋裡，把控乾水分的絲瓜也倒下去，快速翻炒均勻，把絲瓜表面的水分炒乾，炒出香味。絲瓜簡單的煸炒一下，去掉生瓜澀味，湯喝起來更香，不會有青草味。很多人做絲瓜湯，直接把絲瓜放在鍋裡面去煮，其實那樣是不對的。那樣做出的絲瓜湯沒有一點甜味，清湯寡水。關鍵的一步，我們要往鍋中加入滾燙的開水，這裡一定要是開水哦。水量一次性加足，中途加水，湯色會花白渾濁，鮮味大打折扣。水開之後，把準備好的花甲倒在鍋中，醃製好的肉片一塊一塊的下入，這樣肉片就不會粘連在一起。親愛的朋友們，視頻都看到這裡了，借您發財的小手點個讚再走唄。您的每一個點讚留言都是我前進最大的動力，非常感謝您一直以來的支持與鼓勵。接下來加入小半勺的食鹽調味，加入少許的松茸鮮，繼續煮2分鐘，讓絲瓜、花甲、肉片所有的食材鮮味互相融合，全部熟透入味。這道鮮美的湯就做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簡單？如果你也喜歡這種做法，就趕緊收藏起來，有時間做給家人們嘗試一下，肯定不會讓您失望的。加入少許的枸杞和蔥花點綴一下，同時增加營養。湯色清亮溫潤，煎雞蛋金黃蓬鬆，絲瓜翠綠不發黑，花甲全開口不凝沙，肉片嫩而不柴，絲瓜清甜軟嫩，花甲色帶海鮮鮮甜，肉片滑嫩，雞蛋吸滿湯汁，一種食材完美的融合，清淡不油膩，夏天喝清熱解燥，老人小孩都愛喝。好了，视頻就簡單的分享到這裡啦，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